欢迎来到新闻和活动频道，请订阅和分享已更新有关当今最着名明星的最新信息。笑不活了，这一次被龚俊的魔音洗脑，跑调严重却成全场最佳。龚俊，我要跟你这个百灵鸟拼了！看完了最新一期的《地球超新鲜》，我满脑子都是亲吻鲨鱼。有一说一，原本最新一期的节目在游戏设计上并没有什么新花样，但万万没想到，一个龚俊愣是把游戏给盘活了。先来看看游戏规则：用 A 歌的词儿唱 B 歌的调，唱的时候还有耳机里的声音干扰。刘宇宁举了个例子，比如歌词是小苹果的，但第一个人听到的旋律是好久不见，那么他就得用好久不见的调去唱小苹果。理解完之后，对自己有着清晰认知的陈星旭已经感受到了难度，压根不敢第一个开麦。由于整个队伍中只有刘宇宁是歌手，于是他重新给大家排位，把龚俊放在了第一个，而他则到中间位置，起一个校正的作用。说实话，看到这样的位置排布，就忍不住捏了一把汗。把百灵鸟龚俊放在第一个真的可行吗？但刘宇宁的信任给了龚俊自信，他也的确根据调把词给唱出来了。精准传递后，虽然因为王玉雯这一趴被最炫民族风干扰，导致陈赫啥也没听出来，唱到最后一生所爱变成了猴哥猴哥，但起码龚俊没出错。这一把对龚俊来说简直信心倍增。但到了第二首歌，龚俊就成了队伍中最大的 bug。这一轮李乃文到了第一的位置，他传递的曲调是你把我灌醉。虽然后面唱的乱七八糟，但前两句十分标准，陈星旭一下子就接收到了。而原本是游戏黑洞的陈星旭竟然稳定发挥，又把这首歌的调传给了陈赫。上一把就是陈赫没听清王玉雯唱的是啥，导致传递失败，这一把陈赫听清了，总该稳了吧？但接力的是百灵鸟龚俊，他听完陈赫唱的，立马就知道是哪首歌了。陈赫本来想再唱一遍，龚俊还直接上手捂嘴，大有一副你瞧好吧，我指定行的气势。接棒龚俊的刘宇宁看过他上一轮的表现后，笑容满面，显然是做好了轻松转下去的准备。直到龚俊一开口，好家伙，魔音绕耳，听得人左右脑互搏，真不怪刘宇宁听不出来，这跟你把我灌醉的调根本就是两模两样啊！刘宇宁笑容消失，自认为唱歌跑调的陈星旭都抱紧自己，一脸震惊地看着自信开麦的龚俊。李乃文立马拉长人中，装了把鱼和尾。龚俊则是压根没看到大家的反应，还自信地把声音又抬高了几度，大声演唱。刘宇宁和陈赫一个脑子里把曲库过了个遍，也没听出来唱的是啥；一个脑子里疯狂复盘，自己刚刚也是这么唱的吗？唱完了，龚俊发现刘宇宁没听出来，歌也是从不内耗，没从自己身上找问题，而是让刘宇宁把耳机带回去。准备了2秒钟，信心满满的又来了一回，刚刚跑的调又一个调不差的唱了一遍。实在听不出来的刘宇宁决定破罐子破摔，就这么往下转。但陈赫还想垂死挣扎一下，让刘宇宁把耳机带回去，各种比划手势，想让龚俊清楚他们要转的是你把我灌醉。龚俊没等陈赫说完，又让他打住了，因为他知道这首歌并且会唱，非常自信自己唱的是对的。为了证明自己，他甚至没戴耳机给陈赫唱了一遍，一模模一样样。听龚俊唱完之后，陈赫悟了，就让他这样去亲吻鲨鱼吧。龚俊也是满眼的信念感，坚信自己唱的就是对的，来来回回折腾了好几遍。龚俊每一次都大声地唱着那个跑得没边的调。刘宇宁实在没招了，还问龚俊是不是会唱这个歌。龚俊毫不犹豫地表示自己会。刘宇宁也悟了，不管唱几遍，怕是都这个调了。
由于龚俊唱的次数多了，陈赫、陈星旭和李乃文甚至都能用龚俊的调大合唱了。唱完之后，连陈赫都忘了自己一开始唱的是啥了。搞笑的是，刘宇宁用龚俊的调一点不差的转下去，反倒是龚俊觉得不对劲了，转过头问陈赫：“我是这么唱的刚才？”陈赫都不忍心打击他，说刘宇宁唱的没他好。龚俊一听，刚刚流失的一点自信立马就给找回来了，还跟陈赫握拳擦掌，兴奋的半场开香槟，觉得肯定赢了。听陈赫和陈星旭挤兑刘宇宁，龚俊也加入其中，嫌弃刘宇宁怎么回事儿，咋还唱得没底气了，还大气的让刘宇宁再来一遍。看到这已经笑不活了，但没想到听到孙红雷哼出过火的时候，他惊讶的张大了嘴巴，内心 OS： 刘宇宁都唱成这样了，红雷哥还听出来了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！完全忘记了他传递的是你把我灌醉这首歌。大家猜到最后，答案驴唇不对马嘴，龚俊还眼神清澈的看着大家问：猜对了？真的假的？真应该当场让龚俊看回放。捂嘴陈赫不让唱第二遍，还自信地说：“这歌我知道，明明王玉文猜的是宁夏啊。”王玉文、孙红雷和欧阳弟弟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听其他人说才知道问题出在了龚俊那里。而龚俊戴上耳机，再一次自信开麦，三人立马就知道啥情况了。孙红雷根据龚俊破碎的调，还哼出了《过火》这首歌，龚俊立马盖章认可，对自己唱的就是这首。李乃文：不是过火，是过分。到了这一步，龚俊甚至还想给自己找补一下，说过火和你把我灌醉两首歌有点像。说着说着，为了证明自己说的没错，又把两首歌各唱了一句。说实话，要按龚俊这个唱法，两首歌确实一模一样，不分彼此。如果不是大家一致否定，想必龚俊到了还觉得自己是对的。一场游戏玩下来，直接给龚俊整出汗了。不得不说，这一趴游戏的笑点全在龚俊身上。众所周知，龚俊唱歌跑调，因此在《地球超新鲜》里，他立下的第一个 flag 就是要唱歌好听。刘宇宁也是真朋友，把龚俊说的话一字不落地记在心里了。但结果就是一个信任错付了，一个自信过头了。而龚俊之所以那么有喜感，也是因为他跑调但浑然不知，还以为自己唱的对着呢。再加上第一轮超常发挥，不仅没跑调，还开了个好头，才让龚俊误以为第二轮自己也是那么唱的，从而怀疑了所有人都没怀疑自己。刘宇宁也被好兄弟整不会了，正儿八经的专业歌手，不仅的从龚俊的调里听出 active， 还的复刻跑调后的唱法，简直是职业生涯的滑铁卢。原本这一趴李乃文完成了第一轮游戏，还打算耍赖，强行把《一生所爱》和猴哥联系到一起，明明很好笑，都显得平平无奇了。所以龚俊才是地球超新鲜里的隐藏梗王。不过有一说一，龚俊玩游戏是认真的，每一次都是全情投入，并且自信满满。唱歌之前跟刘宇宁搭档玩你比划我猜，龚俊的小脑瓜1秒钟转800次，回回都偏离正确答案。但玩游戏之前却放话自己是高级玩家。玩完了之后发现没玩过其他组，龚俊立马找补节目效果，真是又菜又爱玩啊！这一期最有节目效果的就是龚俊了，凭一己之力让所有人笑出眼泪。音痴陈星旭听完他唱的，内心想必都生出了几分自信。挖到龚俊这样的喜剧人，地球超新鲜，实在是会演独剧啊！你有没有被龚俊逗乐？